我们仨。第一步，我们俩都老了。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钟叔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忽然钟叔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钟叔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的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往前看去，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旁边有林木，有潺潺流水，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的宽广。向后看去，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旁舍，是有人烟的去处，但不见灯火，想必相离很远了。钟叔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寻觅归路，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忙拦住他，他倒也停了车。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惶急中忽然醒了，钟叔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我转侧了半夜，等钟叔醒来，就告诉了他我做了一个梦，如此这般。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地走了。钟叔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而辩护，只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是的，这类似的梦我又做过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是相似。往往是我们两个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眼不见了，我到处询问，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的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在昏黄的车站等车，等那末一班的车，却也总是不来。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够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钟叔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接下来就是第二步，我们仨失散了。我们仨，第二步，我们仨失散了。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一，走上古驿道，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钟叔怪可怜的大声求救，娘娘，阿元欺我。阿元理直气壮地喊，妈咪，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货。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做坏事就是在他屋里捣乱。我走进了阿元的卧房，一看究竟，只见他床头枕上垒着高高的一叠大字典，上面放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了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元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元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凳等等。另一个鞋里塞了一个扫床的扫帚。沿着枕头把阿元带回家的大书包，接下来横放着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元的长把鞋把，就是拔鞋跟的鞋把，大概算是尾巴。阿元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阿元得意地说，
当场拿货。钟叔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小浪。阿元说：“有这种阿利拜吗？”阿利拜呢，就是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几声，我们才听到。接电话照例是我的事情，因为写回信是钟叔的事情。我赶忙去接，没听清楚是谁打来的，只听到对方找钱钟书去开会。我忙说：“钱钟书还病着呢，我是他老伴儿，我代他请假吧。”对方不理，只命令说：“明天报到，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9点有车来接。”我忙说：“请问在什么地点报到？我可以让司机同志来代他请假。”对方说：“地点在山上，司机找不到。明天上午9点有车来接，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9点。”电话就这么挂断了。钟叔和阿元都已听到我的对答。钟叔早一溜烟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阿元也跟着出来，挨着爸爸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他学的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每逢爸爸因病请假，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就用来安慰爸爸。提了提了耳朵，呼噜呼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这里的爸爸原作是孩子。我讲明了电话那边传来的话，很抱歉没敢问明天开什么会。按说钟叔是84岁的老人了，又是大病之后，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要他开会的职务。我对钟叔说：“明天车来，我带你去报到。”钟叔并不怪我不问问明白，他一声不响地起身到了卧房去，自己开了衣柜的门，取出他出门穿的衣服，挂在衣架上，还挑了一条干净手绢放在衣袋里。他是准备亲自去报道，不需我代表。他也许知道我不能代表。我和阿元还只顾琢磨开什么会。钟叔没精打采地干完了他的晚事，就是洗洗换换，乖乖地睡觉了。他向例早睡早起，我呢是晚睡晚起。阿元晚睡早起。第二天早上，阿元老早做了自己的早饭，吃完到学校上课去了。我们两个人的早饭总是钟叔做的。他烧开了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牛奶，我们吃牛奶红茶。煮好了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了面包，从冰箱里拿出了黄油、果酱等放在了桌子上。我起床和他一起吃早饭，然后我收拾饭桌，刷锅洗碗，等他穿戴着整齐，就一同下楼散散步，等候汽车来接。将近9点，我们同站在楼门口等待。开来一辆大黑汽车，车里出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他问明钱钟书的身份，就开了车门让他上车，随即关上了车门，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我站在楼门口，眼看着那辆车稳稳地开走了。我不识汽车是什么牌子，也没注意车牌的号码。我一个人上楼回家。自从去春钟书大病，我陪住医院护理，等到他病愈回家，我叫软头晕，成了风吹能倒的人。近期我才硬朗起来，能独立行走，不再需要扶墙摸壁。但是我常常觉得年纪不饶人，我已力不从心了。我家的阿姨是钟点工，她在我家已经做了10多年。因家境渐渐宽裕，他辞去别人家的工作，单做我一家。我信任他，把铁门的钥匙也分了一个给他拴在裤腰带上。我们住医院，阿元到学校上课，家里没人，他照样来我家工作。他看情况，
见日来或者每日来，我都随他。这天他来干完了活儿就走了，我焖了饭捂在暖杯里，就是暖窝里，切好了菜，等钟叔回来下锅炒，汤也炖好了捂着。等待是烦心的，我叫自己别急，且埋头做我自己的工作。可不，说不等却是急切的等。叔也看不进去，一个人在家团团的转。快2点了，钟叔还没有回来。我舀了半碗汤，泡了2勺饭，胡乱的吃下，躺着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忽然动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怎么能够让钟叔坐上一辆不知来路的汽车，开往不知哪里去了呢？阿元老晚才回家，我没吃晚饭，也忘了做。阿姨买来了一大块嫩的牛肉，阿元会烤，我不会。我想用小火炖一锅好汤，做个罗宋汤，他们2个都爱吃。可是我真的一直在焦虑，什么都忘了，只等阿元回来为我解惑。我自己饭量小，又没胃口，钟叔老来食量也小。阿元不在家的日子，我们做晚饭只图省事，吃的也非常的简单。阿元在家吃晚饭，我们只稍稍增加一些分量。他劳累了一天，回家备课改卷子，总忙到深夜，常说妈妈我饿饭。我心里抱歉，记着为他做丰盛的晚餐。可是这1年来，我病病歪歪的，全靠阿元费尽心思，也颇费功夫，为我们2个做好吃的菜，哄我们多吃2口。他常说我读食谱，好比我查字典，一个字典查3种字典，一个菜看3种食谱。他也学到不少本领。他买了一只简单的烤箱，又买一只不简单的，精心为我们烤制各式鲜嫩的肉食，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是否欣赏。我勉强吃了，味道确实很好，只是我病中没有胃口。钟叔病后可能和我一样，我怕阿元失望，总说好吃。他带信不信的感激说娘谢谢你，或者看到爸爸吃也会说爸爸谢谢你。我们都笑他傻，他是为我们的营养，我们吃的勉强他也没去，往往剩下很多他也没心思吃。我这一整天只顾折腾自己，连晚饭都没做，准备午饭用的一点蔬菜，几片平菇，几片薄薄的里脊，是不经饱的。那小锅的饭已经让我吃掉半碗了，阿元又得饿饭，而且他还得为妈妈讲许多道理，叫妈妈别胡思乱想，自惊自扰。他说山上看会说不定要3天，住哪呢？毛巾牙刷都没带呀。他说招待的地方都会有的，还打趣说妈妈要派出所。派出所吗？我真想报派出所，可是怎么报呢？阿元给我愁的也没好生吃晚饭。他明天不必到学校去，可是他有改不完的卷子，背不完的功课。晚上我假装睡了，至少让阿元能够安静工作。好在明天有他在身边，我心上有了一棒。可是我一夜都没有睡。早起我们俩同做早饭，早饭后他叫我出去散步，我一个人不愿意散步。他洗碗，我烧开水，灌满了一个个的暖瓶。这向力是钟数的事情，我定不下心，只顾发呆，满屋子乱转。电话铃响，我也没听到。电话是阿元接的，他高兴地喊爸爸。我赶紧过来站在旁边，他说嗯嗯嗯嗯嗯，都是然后挂上电话。我着急地问怎么说，他只对着我摆摆手，忙抢过一片纸，在上面忙地写，来不及的写，写的字像天书。他说爸爸有了，我办事去。他2个手指头点着太阳穴说别让我魂忘了，回来再讲。
他忙忙地挂着个皮包出门，临走说：“娘，放心，也许我赶不及回来吃饭，别等我，你先吃。”幸亏是阿元接的电话，他能记。我使劲儿叫自己放心，只是放不下。我不再胡思乱想，只一门心思等阿元回来，干脆丢开工作，专心做一顿好饭。我退休前曾对他们许过愿，我说：“等我退休了，我补课，我还债，给你们一顿一顿烧好吃的菜。”我大半辈子只在抱歉，觉得自己对家务事潦草色泽，没有尽心尽力。他们两个都笑说：“算了吧。”阿元不客气地说：“妈妈的刀工就不行，见了快刀子先害怕，又性急，不耐烦等火候。”钟叔说：“为什么就该你做菜呢？你退了能休吗？”说实话，我做的菜他们从未嫌过，只要是我做的，他们总叫好。这回我且一心一意做一顿好吃，叫他们出乎意外。一面又想，我准把什么都烧坏了，或许我做得很好，他们都不能够准时回来，因为事情往往是别扭的，总和希望或者想象的不一样。我做的饭真不错，不该做的那么好。我当然失望得很，也着急得很。阿元叫我别等他，我怎能不等呢？我只等到将近下午4点，阿元才回家，只他一人。他回家脱下了皮鞋，换上了拖鞋，显然走了不少的路，很累了，自己倒杯水。我的心直往下沉。阿元却很得意地说：“总算给我找着了，地址没错，倒了2次车，一找就找到。可是我排了2个冤枉队，一个队还很长，真冤枉。挨到我窗口里的那个人说：‘你不在这里排，后面。’他就不理我了。后面在哪里呢？我照着爸爸说的地方四面问人，都说不知道。我怕过了办公时间找不到人，忽见后面有一间小屋，里面有个人站在窗口，正要关窗。我抢上去就问他：‘古驿道在哪儿？’他说：‘就那儿。’哦，我松了好大一口气，我怕记忘了在哪儿找去。古驿道？我皱着眉头，摸不着头脑。是啊，妈妈，我从头讲给你听。爸爸是报道以后抢时间打来的电话，说是他们都得到什么大会堂开会，交通工具各式各样，有飞机，有火车，有小汽车，有长途汽车等等，机票、车票都抢空了。爸爸说他们要抢早到会，坐在头排，让我们抢去吧，让他们抢去吧，他随便。他选了没人要的一条水道，坐船。爸爸一字一字交代得很清楚，说是古驿道。那个办事窗口的人说：“这会儿下班了，下午来吧。”其实离下班还不到5分钟呢。他说下午2时才办公。我不敢走远，近处也没有买吃的地方，我就在窗根底下找了个地方坐等，只等到2点17、8分，那个人才打开窗口。看见我在原地等着，倒也有些抱歉。他说：“你是家属吗？家属只限至亲，所以家属只你我2个。”他给了那边客栈的地址，让咱们到那边去办手续，怎么办？他都细细告诉我了。阿元说：“今天来不及到他那儿去办手续了，肯定又下班了。妈妈，你急也没用，咱们只好等明天了。”我热了一些肉汤，让阿元先点点鸡，自己也喝了2口。我问：“那边在哪儿啊？”阿元说：“我记着呢，还有啰啰嗦嗦许多事，反正我这儿都记下了。”他给我看看自己皮包里的笔记本，他说：“咱们还得把现款和银行存单都带上，因为手续一次办完，有余退还，不足呢半路上不能够补办手续。”我觉得更像绑架案了，只是没敢说，因为阿元从不糊涂。我重新热了做好的饭，2个人时而不知其味地把午饭晚饭并作一顿吃。我疑惑问道：“办多长的手续呀？带多少行李呀？”阿元说：“换洗的衣服带2件，日用的东西那边客栈里都有，有了钱就行，要什么都有。”
他约略地把他记下的啰啰嗦嗦事告诉我，我不甚细心地听着。阿元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我无奈地说：“我怕爸爸要急坏了，他居然也知道打个电话，也多亏是你接的，我哪里记得清？我现在出门路都不认识了，车也不会乘了，十足的饭桶了。”阿元缩着脖子做了个鬼脸说：“妈妈这只饭桶里只有几粒米儿一勺汤。”我给他说的笑了，他安慰我说：“反正不要紧，我把你安顿在客栈里，你不用认路，不用乘车，我只能来来回回，因为我得上课。”阿元细细地看他的笔记本，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也捋出所有的存单现款留给阿元。第二天早餐后，阿元为我提了手提包，肩上挂着自己的皮包，两个人乘一辆出租车，到了老远的一个公交车站。他提着包护着我挤上了公交车，又走了好老远的路，下车在荒僻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段路，之间路旁有旧木板做成的一个大牌子，牌子上是小篆体的3个大字“古驿道”，下面有许多行小字，我没戴眼镜，模模糊糊看到了几个似曾见过的地名，如霸陵道、咸阳道等。阿元眼快，把手一点说：“到了，就是那里。妈妈，你只管找号头，311就是爸爸的号。”他牵着我一拐弯走向了一个门口，他在门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按一下，原来是门铃。门上立即开出了一个窗口，阿元出示证件，窗口关上，门就开了。我们走入一家客栈的后门，那后门也随即关上。客栈是坐北向南的小楼，后门向南，进门就是柜台。阿元说：“妈妈，累了吧？”他在柜台近侧找到了坐错，叫妈妈坐下，把手提包放在我身边，他自己就去招呼柜台后面的人办手续。先是查看种种证件，阿元都带着呢。掌柜的仔细看过，然后拿出几份表格叫他一一的填写。他填了又填，然后交费。我暗想，假如是绑匪，可真是官派十足啊。那掌柜的把存单一一登记，一面解释说：“我们这里房屋是简陋些，管理却是新式的。这一路上长亭短亭都已改建成了客栈了，是连锁的一条龙。你们领了牌子就不用再交费，每个客栈都供吃供住，供一切方便。旅客的衣着和日用品都可以在客栈领记账。旅客离开房间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归置一起交给柜台。船上的旅客归船上管，你们不得插手。住客栈的过夜得遵守我们客栈的规则。”他拿出印好的一纸警告，一纸规则。警告是红牌黑字，字很大。1. 顺着驿道走，没有路的地方别走。2. 看不见的地方别去。3. 不知道的事情别问。规则是白纸黑字，也是大字。1. 太阳落到前舱，立即回客栈。驿道荒僻，晚间大门上山后，敲门也不开。2. 每个客栈都可以休息，方便进餐，勿错过。3. 下船后退回原客栈。掌柜的发给我们个人一个圆牌，上有号码，北面叫我们按上指印，一面郑重叮嘱：出入总带着牌，守规则，勿忘警告，尤其是第3条，因为最难管的是嘴巴。客栈里正为我们开饭，叫我们吃了饭再上路。我心上纳闷，尤其是那第3条警告叫人纳闷。不知道的事多着呢，为什么不能问？问了又怎么样？我用手指点红牌上的第3条，故意用肯定的口气向掌柜的说：
不能用一个问字，不能打一个问号。我这样说应该不算问，可是掌柜的瞪着眼警告说：“你这话已经在边缘上了，小心。”我忙说：“谢了，知道了。”阿元悄悄地把我的手捏了一捏，也是警告的意思。饭后，我从小提包里找出一枚别针，别在衣袖上。我往常叫自己记住什么事，就在衣袖上别一枚别针，很有提醒的作用。柜台的那一侧有2扇大门，只开着一扇，那就是客栈的前门。前门朝北开，我们走出前门，顿觉换了一个天地。第二，古驿道上的相聚。我们仨第2部，我们仨失散了之2，古驿道上相聚。那里烟雾迷蒙，500步外就看不清楚，空气郁塞，叫人透不过气似的。门外是东西向的一道长堤，沙土筑成，相当宽，可容2辆大车。堤岸南北2侧都砌着石板，客栈在路南，水道在路北。客栈的大门上架着一个新刷的招牌，大书“客栈”2字。道旁2侧都是古老的杨柳，驿道南边的堤下是城市背面的荒郊，杂树丛生，野草滋漫。爬山虎直爬到驿道旁边的树上，远处也能看到1两簇苍松翠柏，可能是谁家的陵墓。驿道东头好像是一个树林子，客栈都笼罩在树林里似的。我们走进临水道的那一岸，堤很高，也很陡，河水静止不流，不见一丝波纹。水面明净，但是云雾蒙蒙的天倒映在水里，好像天地相向，快要合上了似的。也许这就是令人觉得透不过气的原因吧。顺着蜿蜒的水道向西看去，只觉得前途很远很远，只是迷迷茫茫，看不分明。水边一顺溜的青青草引出绵绵远道。古老的柳树根把驿道拱坏了，驿道也随着地势时起时伏，石片砌的边缘处常见塌陷，所以路很难走。河里也不见船只。阿元扶着我说：“妈妈小心，看着地下。”我知道小心，因为我病后刚能独自行走，我步步着实的走，省得阿元搀扶，他已经够累的了。走着走着，其实并没有走多远，就看见岸边停着一叶小舟，赶紧跑去。船头的岸边直一杆撑船的长竹篙，船缆在篙上，船很小，倒也有前舱、后舱、船头、船尾，却没有舵。它没有桨，一条跳板搭在船尾和河岸的沙土地上，驿道边有一道很长的斜坡通向跳板。阿元站定了说：“妈妈，看那只船梢有号码311，是爸爸的船。”我也看见了。阿元先下坡，我走在后面，一面说：“你放心，我走得很稳。”但是阿元从没见过跳板，不敢走。我先上去，伸手牵着他，他小心翼翼地横着走。2个人都上了船，船很干净，后舱空无一物，前舱铺着一只干净整齐而且整洁的一只床，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头，简直像在医院里。钟叔侧身卧着，腹部均匀的一起一伏，睡得非常的安静。我们在后舱脱了鞋，轻轻走向床前，只见他紧抿着嘴唇，眼睛里还噙着些泪，脸上有一道泪痕。枕边搭着一方干净的手绢，就是他自己带走的那条，
显然已经洗过，因为没有一道褶痕。船上不见一人，该有个撑船的艄公，也许还有个洗手绢的艄婆。难道他们都上岸了？我只是在心里琢磨。我摸摸他额上温度正常，就用他自己的手绢为他拭去眼泪，一面在他耳边轻唤：钟叔，钟叔。阿元乖乖地挨着我，他立即睁开眼，眼睛睁得很大，没了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皮关得很美。他的双眼皮很美，只是面容显得十分的憔悴。他放心地叫了声嵇康，阿元，声音非常的微弱，然后苦着脸继续断断续续的诉苦。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不知哪里，然后又把我弄下来，转了好多好多的路。我累得睁不开眼睛了，又不敢睡，听得船在水里走。这是船上吧？我只愁你们找不到我了。阿元说：爸爸，我们来了，你就放心吧。我说：阿元带着我，没走一步冤枉路，你睁不开眼就闭上，放心的睡一会儿吧。他疲劳的支持不住，立即闭上了眼睛。我们没有个坐的地方，只好盘膝坐在地下。他从被子侧边伸出半只手，动着指头让我们握握。阿元坐在船尾抱着他的脚，他还故意把脚动动。我们3个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非常的舒坦。我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床的沿上。阿元抱着爸爸的脚，把脸靠在船尾。虽然是在古驿道上，这也是合家团聚。我和阿元环顾四周，钟叔的眼镜没了，鞋也没了，前舱的4壁好像都是装东西的壁柜，我们不敢打开来看。近船头处放着一个大的石墩，大概是镇船的。阿元忽然说：哎呀，糟糕了，妈妈，我今天有课，全忘了，明天得到学校去一遭。我说：去了也来不及了，我从来没有旷过课，他们准会来电话。哎，还得补课呢，今晚得回去给系里通个电话。阿元要回去，就剩我一个人住客栈了。我往常自以为很独立，这时才觉得自己像一只爬藤草。可是我也不能拉住阿元不放，好在手续都已经办完了，客栈离船不远。我叹口气说：你该提早退休，就说老爸病了，妈妈糊涂了，你负担太重了。你编的教材才出版了上册，还有下册没写呢。阿元说：妈妈你不懂，一面教一面才会有新的发现，才能够修补填补嘛。出版的那个上册还得大修大改呢。妈妈，你老盼我退休，只怕再过3年5年也退不成呢。我自己惭愧，只有我是个多余的人。我默然。太阳已经越过船身，我轻声说：太阳照进前舱，我们就得回客栈。如果爸爸还不醒，我摸摸袖口的别针，忙止口不问。叫醒他，阿元有决断，他像爸爸。钟叔好像还在沉沉酣睡，云后一轮血红的太阳还没照到床头。钟叔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安慰自己似的念着我们的名字：嵇康、圆圆。我们忙告诉他，太阳照进前舱，我们就得回客栈。阿元说：我每星期会来看你，妈妈每天来陪你，这里很安静。钟叔说：都听见了。他耳朵特灵，他睡着也只是半睡。这时他忽地紧闭的嘴拉成了一条直线，扯出一丝淘气的笑，怪有意思的看着我说：讲，还做梦吗？我愣了一下，茫然说：我这会儿就好像做梦呢。嘴里这么回答，却知道自己是没有回答。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阿元站起身说：“我们该走了，爸爸，我星期天来看你，妈妈明天就来。”钟叔说：“走吧。”我说了声明天见，好好睡。我们忙到后舱穿上鞋，我先上跳板，牵着阿元，他只会横着一步一步地过。我们下船又走上了驿道，两个人忙忙地赶回客栈，因为路不好走，我又走不快。到了客栈，阿元说：“妈妈，我很想陪你，但是我得赶回家打个电话，还得安排补课。妈妈，你一个人……”他舍不得撇下我。我认为客栈离船不远，虽然心上很没有着落，却不忍拖累阿元。我说：“你放心吧，我走得很稳了。你来不及吃晚饭，干脆赶早回去，再迟就堵车了。”我们一进客栈的门，大门就上山了。阿元说：“娘，你走路小心，宁可慢点儿。”我说：“放心，你早点睡啊。”他答应了一声，匆匆地从后门出去，后门也立即关上了。这前后门都把得很严很紧。我仍旧坐在楼梯下的小饭桌上等开晚饭。我要了一份清淡的晚餐，坐着四顾观看。店里有个柜台，还有个大灶，掌柜一人，还有伙计几个，其中一个女的非常的和善，我们微笑打招呼。我发现柜台对面有个窗口，旁边有一个大转盘，茶水、点心、饭菜都从这个转盘转出来的。窗口有东西挡着，我午饭时没有看见。我对女人说：“那边忙着呢，我不着急。”那女人就向我解释，外面是东北向的道路上招揽顾客的点心铺，也供茶水，也供便当。我指指楼上，没敢开口。他说：“楼上堆货，管家的也住楼上，没别的客人。”楼上我的客房连着盥洗室，非常的干净。我的手提包已经在客房里了。我走得很累，上床就睡着。我睡着就变成了一个梦，非常的清灵。我想到高处去看看河边的船，转念间我已在客栈外边路灯的电杆顶上。驿道那边的河看不见，停在河边的船当然也看不见，船上并没有灯火。客栈南边却是好看，闪亮着红灯、绿灯、黄灯、蓝灯各色灯光，是万家灯火的不夜城，是北京。三里河在哪儿呢？转念间，我已在家中卧室窗前的柏树顶上，全屋是黑的。阿元不知在哪条街上，哪辆公交车上。明天我们的女婿要来吃早点的，他知道我们家的事吗？转念间，我又到了西石曹阿元的婆家，屋里儿几间房都亮着灯呀。阿元刚放下电话听筒过来，坐在饭桌前，她婆婆坐在她旁边。我的女婿给阿元舀了一碗汤，叫他喝汤，一面问：“我能去看看他们吗？”“不能，只许妈妈和我两个。”她婆婆说：“你搬回来住吧。”阿元说：“书都在那边呢，那边离学校近，我吃了晚饭就得过那边去。”我依傍着阿元，听着他们谈话，然后随阿元又上车回到了三里河。他洗完澡还不睡，备课到深夜。我这个梦虽然清灵，但是万般无能，我都没法催圆圆早睡。梦也累了，我停在自己床头贴近衣柜的角落里歇着，觉得自己化淡了，化为乌有了。我睁眼，身在客栈的床上，手脚倒是休息过来了。我吃过早饭，忙忙地赶路，指望早些上船陪钟书。昨天走过的路略略记得，可是斜坡下面的船却没有了。这下子我可慌了。我没想船在水里当然会走的，走多远了呢？身边没有个可以商量的人了，一个人怯怯的，
生怕走急了绊倒了怎么办，又怕错失了河里的船，更怕走慢了赶不上那只船。步步留心的走，留心的找，之间驿道左侧又出现了一座客栈，不敢错过，就进去吃饭休息。客栈是一模一样的客栈，只是掌柜和伙计换了人。我带着牌子进去，好似老主顾。我洗了手，又复赶路，心上惶惶然。幸好不多远就望见驿道右侧的斜坡，311号的船照模样停在了坡下。我走过跳板上船，在后舱脱鞋。钟叔半坐半躺的靠在枕上等着我呢。他问：阿元呢？到学校去了。我照样盘腿坐在他床前，摸着他的脑后门，温度正常，颈间光滑滑的。他枕上还搭着他自己的手绢，显然又洗过了。他神情已非常的安定，只是面容憔悴，一下子瘦了很多。他说：我等了你好半天了。我告诉他走路怕跌，走不快。我把自己变成了梦所看到的阿元，当作真事一一地告诉了他。他很关心地听着，并不问我怎么会知道。他等我已经等累了，疲倦地闭上了眼睛。我梦里也累，又走得累，也紧张的累。我也闭上了眼睛，把头枕在他的床边，就这样陪着他，心里挺安顿的。到应该下船的时候，我起身说：该回去了。他说：明天见，别着急，走路小心点儿。我就一步一步地走回客栈，但是我心上有个老大的疙瘩。阿元是否和我一样的糊涂，以为船老停在原处不动？船大概走了一夜，星期天阿元到哪个客栈来找我呢？客栈却是一条龙，我的手提包已移入另一个客栈的客房。我照模照样又过了一夜，照模照样又变成了一个梦，随着阿元打转，又照模照样走过了另一个客栈，又找到钟叔的船，他照样在等我，我也照样陪他。一天又一天，我天天在等星期日，却忘了哪天是星期日。有一天我饭后净手，正待出门，忽听到阿元叫娘。他连挂在肩上的包都没带，我梦里看见他整理好了书包才睡的。我不敢问，只说：你没带书包？他说不用书包，只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只小钱包给我看看，拉着我一同上路。我又惊讶又佩服，不知阿元怎么找来的。我也不敢问，只说：我只怕你找不到我们。阿元说：算得出来呀，古驿道办事处的人曾给他一张行舟图表，他可以按着日程找。我放下了一桩大心事，我们一同上了船。钟叔见了阿元，非常的高兴，虽然疲倦，也不闭眼睛。我虽然劳累，也非常的兴奋。我们又在船上团聚了。我只在阿元和我分别时郑重叮嘱，晚上早些睡，勿磨蹭到老晚。阿元说：妈妈，梦想为劳，想累了要梦魇的。去年爸爸动手术，他颈椎病，老梦魇，现在好了。他说：妈妈总是性急，咱们只能乖乖地顺着道儿走。可是我常想和阿元设法把钟叔驮下船溜回家去，这怎么可能呢？我的梦不复清灵，我梦得非常的劳累，梦都沉重得很。我变了梦，看阿元忙这忙那，看他吃着晚饭，还有电话打扰。有一次还有2个学生老晚的来找他，我看见女婿在我们家厨房里烧开了水，壶上烤着个膏药，揭开了给阿元贴在颈后。都是真的吗？他又颈椎病了吗？我不敢当作真事告诉钟叔，好在他都不问。地上的杨柳开始黄落，渐渐地落成了一颗颗秃柳。我每天在驿道上一脚一脚地走，带着自己的影子，踏着落叶。有一个星期天，3个人在船上团聚，
钟叔已经没有精力半坐半躺，他只平躺着。我发现他的假牙不知几十起已经不见了，他日渐消瘦，好像老不吃饭的。我摸摸他的脑门子，有点热辣辣的。我摸摸阿元的脑门子，两个人都热辣辣的。我用自己的脑门子去试，他们都是热的。阿元笑说：“妈妈有点凉，不是我们热。”可是下一天我看见钟叔手背上有一块青紫，好像是用了吊针，皮下流了血。他眼睛也张不开，只捏捏我的手。我握着他的手，他就沉沉的睡，直到太阳照进前舱。他时间观念特强，总会及时睁开眼睛。他向我点点头，我说：“好好睡，明天见。”他只说：“回去吧。”阿元算得很准，他总是到近处的客栈来找我，每星期都来看爸爸。出了几次出差，到厦门，到昆明，到重庆。我总记得他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刻。他出差时，我梦也不做，借此休息。钟叔上过几次吊针，体温又正常，精神又稍好。我们同在船上谈说阿元，我说他真是强爹娘圣祖宗，你开会发言还能对付，我每逢开会需要发言，总吓得心砰砰的跳，一句也不会说。阿元呢，总有他独到的见解，也敢说。那几个会他还是主持人呢。钟叔叹口气说：“咱们的圆圆实可造之才呀，可是……”阿元每次回来，总有许多趣事讲给我们听，填满了我不做梦留下的空白。我们经常在床上相聚，他的额头和钟叔的一样热烘烘的，他也常常空声空气的咳嗽。我担心说：“你该去看看病，你打的去打的回。”他说：“看过病了，是慢性支气管炎。”他笑着讲，他挎着个大书包挤车，同车的一人嫌他，对他说：“大妈，您怎么还不退休？”我说：“挤车来往费时间，时间不是金钱，时间是生命，记着，你来往都打的。”阿元说：“打的常给堵死在街上，钱不能钱，退不能退，还不如公交快呢。”我的梦已经变得非常的沉重，但是圆圆出差回来，我每晚还是跟他转。我看见我的女婿在我家打电话，安排阿元做磁共振，做 CT， 我连夜梦魇。一个晚上，我的女婿在我家连连的打电话，为阿元托这人托那人，请代挂专家号。后来总算挂上了，我疑疑惑惑的在古道上一脚一脚的走。柳树一年四季变化最勤，秋风刚一吹，柳叶就开始黄落，随着一阵一阵风，落下一批又一批的黄叶子。冬天都变成了光秃秃的寒柳，春风还没吹，柳条上已经发芽，远看着已经有了绿意。柳树在春风里就荡漾着嫩绿的长条，然后蒙蒙飞絮，要飞上1-2个月。飞絮还没有飞完，柳树都已经绿树成荫，然后又一片片的黄落，又变成了光秃秃的寒柳。我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的走了1年多。接下来就是3，古驿道上相识。我们仨是散了。古驿道上相识。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2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了。”他动动自己右手食指，
他小时候得过指骨肌结核，休养了将近1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痛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1年就会完全好。我特地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在车外边，因为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了后门，我扶着他慢慢的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着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了汽车窗上的玻璃，脱掉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驱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了。我往往拦，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了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叔呢？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圆圆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叔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1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1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他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够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往事，阿元小时候1次2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等等。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发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他去，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的，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寺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只在我眼前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进院门，灯光下看见一座牌坊，原来我走进了一座墓院。不好，我梦魇了。可是一拐弯，我看见了一所小小的平房，阿元的小白手在招我。我透过门，透过窗，进了阿元的病房。只见他平躺在一只铺着白单子的床上，盖着很厚的被子，没有枕头。床看起来很硬。屋里有2张床，另一只空床略微小一点，不像病床，大约是陪睡的人睡的。有大夫和护士在他旁边忙着，我的女婿已经走了。屋里有2瓶花，还有一束没有解开的花。大夫和护士轻声交谈，然后一同走出病房，走进了一间办公室。我想跟他们进去听听他们怎么说，可是我走不进。我回到阿元的病房里，阿元闭着眼睛乖乖地睡呢。我依着他，
围着他，拍打着他，他都不知觉。我不嫌劳累，又赶到了西石槽，听到我女婿和他妈妈在谈话，说幸亏带了内床后备。他说要为阿元床头安个电话，还要了一只冰箱。生活护理呢，今晚托清洁工兼顾，已经约定了一个姓刘的大妈。我又回到了阿元那里，他已经熟睡了。我劳累的不想动了，停在他床头边消失了。我睁眼伸在客栈的床上，我真的能够变成一个梦，随着阿元招我的手找到医院里的阿元吗？有这种事吗？我想阿元只是我梦里的人，我腹痛小步矮向他，腹痛小步矮向妈妈，靠在妈妈身上。我能感受到他腰间的痛，我也能感受到他舍不得离开妈妈去住医院，舍不得撇下我一个人在古驿道上来来往往。但是我只抱着他的腰，缓步走到后门，把他交给了女婿。他上车弯腰坐下，一定都很痛很痛。可是他还是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个手向妈妈挥挥。他是依恋不舍，我的阿元，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梦境，看见了阿元。该是我做梦吧，我实在拿不定我的梦是虚是实。我不信真能够找到他的医院。我照常来到了钟叔的船上，他在等我。我握着他的手，手心是烫的，摸摸他的脑门子也是热烘烘的。钟叔是在发烧，阿元也是在发烧。我确实知道的就这一点。我以前每天总把阿元在家的情况告诉他，这一回我就把梦中所见的阿元病房形容给他听，还说女婿准备为他床头接电话，为他要一只冰箱等等。钟叔从来没有问过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他只在古驿道的一只船里，驿道以外那边家里的事我当然知道。我好比是在家里，他却已离开了家。我和他讲的都是那边家里的事，他很关心地听着。他嘴里不说，心上和我一样惦记着阿元。我每天和他谈梦里所见的阿元。他尽管发烧，精神非常的微弱，但总是关切地听。我每晚做梦，每晚都在阿元的病房里。电话已经安上了，就在床边。他房里的花越来越多，床边就是刘阿姨，管阿元叫钱教授。阿元不准他称呼自己为教授，刘阿姨就称他为钱老师。刘阿姨和钱老师相处得很好，医生护士对钱元也都很好，他们称他为钱元。医院的规格不高，不能和钟叔动手术的医院相比，但是小医院里管理不严，比较乱，也可以说很自由。我因为每到阿元的医院总在晚上，我的女婿也不在那里，我变成了梦，不怕劳累，总是来来回回的跑，看了这边的圆圆，又到那边去听女婿的谈话。阿元的情况我知道的还周全。我尽管拿不稳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变成一个梦，是否看到真的阿元了。也许我自己只是在梦中看到的，只是我梦中的阿元，但是我却记着驿道的警告。我不敢向钟叔提出任何问题，我只可以向他讲讲他记挂的事情。我就把我梦到的所看到的一一的讲给钟叔听。我告诉他，阿元房间里有一只大的冰箱，因为没有小的了，邻居要借用冰箱，阿元都让人借用，由此他结识了几个朋友。他隔壁住着一个大款，是某饭店的经理，入院前刷新了房间，还配备了微波炉和电炉。他的夫人叫小马，天天带来新鲜的菜蔬，并为丈夫做晚饭。小马大约是山西人，圆圆常和他讲山西四清时期的事，两人很是相投。小马常借用阿元的大冰箱，也常把自己包的饺子送阿元吃。医院管饭的师傅待阿元极好，
一次特地为他做了一尾鲜鱼，亲自拖着送进病房。阿元吃了半条，剩半条让刘阿姨帮他吃完。阿元的婆婆叫儿子送来了她拿手的妈咪鸡，阿元请小马吃，但他们夫妇只欣赏饺子。小马包的饺子很大，阿元只能吃2只。医院里能够专为他炖鸡汤，每天都给阿元炖西洋参汤。我女婿为他买了一只很小的电炉，能够热一杯牛奶，等等等等。我谈到各种吃的东西，注意钟叔是否有想吃的意思，他都毫无兴趣。我又告诉他，阿元住院后还曾为学校审定过什么教学计划。阿元天天看一半本的侦探小说，家里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搜罗了送进了医院，连他朋友的侦探小说也送进医院去了。但阿元不知是否精力减退，又改读菜谱了。我怕他是精力减退了，但是我没有说，也许只是我在担心。我觉得他脸色渐变苍白。我又告诉钟叔，阿元的朋友真的不少，每天病房里都有献花，学校的同事、学生不断地去看望他，亲戚朋友都有去的，许多中学的老同学都去看他。我认为他太劳神了，应该少见客人。但是我听到西石槽那边说，圆圆觉得人家远道来访不易，他不肯让他们白跑。我谈到亲戚朋友，注意钟叔是否关切，但钟叔莫无表情。以前每当阿元到船上看望，他总是强打精神。自从阿元住院，他干脆都放松了。他很倦怠，话也懒得说，只听我讲，张开眼又闭上。我虽然天天见到他，只觉得他离我很遥远。阿元呢？是我的梦找到了他，还是他只在我的梦里？我不知道。他脱了手套向我挥手，让我看到他的手，而不是手套。可是我如今只有他为我织的手套与我相亲了。快过了半年，我听见他和我女婿通电话，他很高兴地说，医院特地为他赶制了一个护腰，是量着身体做的，他试过了，很服帖。医生说等明天做完了 CT， 让他换睡软床。他串上了护腰，可以在床上打滚。但是阿元非常的瘦弱，屋里的大冰箱里塞满了他吃不下而剩下的东西。他正在脱落大把大把的头发。西石槽那边，我只听说他要一只帽子，我都没敢告诉钟叔。他刚发过一次烧，正渐渐退烧，很倦怠。我静静地陪着他，能不说的话都不说了。我的种种忧虑自个儿担着，不叫他分担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了医院，阿元戴着个帽子，还睡在硬床上，张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刘阿姨接了电话，说是学校里打来的，让他听。阿元接了话筒说，是的，我好着。今天护士大夫把我扛出去照 CT， 说完了呢，还说还不行呢。老伟过来了，硬床已经拆了，都换上软床了，可是照完 CT 他们又把软床换去了，搭上了硬床。他强打欢笑说，穿了护腰一点不舒服，我宁愿不穿护腰，斯斯文文的平躺在硬床上，我不想打滚。大夫来问他是否再做一个疗程，阿元很坚强地说，做了见好再做，我受得了，头发掉了会再长出来的。我听到隔壁那位大款和小马的谈话，男的问，他知道自己什么病吗？女的说，他自己说他得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核病，潜伏了几十年又再发了，就是非常的厉害，得用重药。他很坚强，真的坚强，只是他一直在惦记着爹妈，说到妈妈就要流眼泪。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站出一个血泡，
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我握着钟书的手，一再对自己说，梦是反的。我梦到他，梦中醒来，看到自己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连梦里的妈妈都没有了，而我的梦是十足无能的，只像个影子。我依偎着他，抚摸着他，他一点儿不觉得。我知道梦是富有想象力的，想念得太狠了，就做噩梦。我连夜做噩梦。阿元渐渐地不进饮食，他头顶上吊着一袋紫红色的血，一袋白色的什么蛋白。大夫在他身上打通了什么管子，输送到他的身上。刘阿姨不停地用小勺子舀着杯里的水，一勺一勺地润他的嘴。我心上连连地站出一只又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有一晚，我女婿没回家，他也用小勺一勺一勺地舀着杯子里的清水，润他的嘴巴。他直闭着眼睛睡。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我疲劳的都走不动了。我坐在钟书床前，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他床边。我一再对自己说，梦是反的，梦是反的。阿元住院已经超过1年，我太担心了。我抬头忽见阿元从斜坡上走来，很轻健。他稳步走过跳板，走入船舱。他温软亲热地叫了一声娘，然后挨着我坐下，叫了一声爸爸。钟书睁开眼，睁大了眼睛看着他，然后对我说，叫阿元回去。阿元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好了，我的病完全好了，爸爸。钟书仍对我说，叫阿元回去，回家去。我一手搂着阿元，一面笑着说，我叫他回三里河去看家。我心想，梦是反的，阿元回来了，可以陪我来来往往的看望爸爸了。钟书说，回到他自己家里去。回西石槽去，和他们热闹热闹。西石槽究竟也不是他的家，叫他回他自己家里去。阿元清澈的眼睛里泛出了鲜花一样的微笑，他说，是的，爸爸，我就回去了。太阳已照进船头，我站起身，阿元也站起身。我说，该走了，明天见。阿元说，爸爸好好休息。他先过跳板，我随后也走上斜坡。我仿佛从梦魇中醒来。阿元病好了，阿元回来了。他拉我走上驿道，陪我往回走了几步。他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他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他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他就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醒悟了。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元，你走好，带着爸爸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起流下泪来。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噎下，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震裂了。只听得啪嗒一声，地下石块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去把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了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杂杂物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的
奔回了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栓。我站在灯光下，发现自己手上并没有血污，身上也并没有裂口，谁也没有看见我有任何异乎寻常的地方。我的晚饭照常在楼梯下的小桌上等着我。我上楼倒在床上，抱着满腔满腹的痛，变成了一个痛梦，赶向西山脚下的医院。阿元屋里灯亮着，2只床都没有了，清洁工在扫地，正把一堆垃圾扫出门去。我认得一只鞋是阿元的，他穿着进医院的。我听到邻居的小马夫妇在说：“走了，睡着去的，这种病都是睡着去的。”我的梦赶到西石槽，刘阿姨在我女婿家饭间尽头的长柜上坐着，淌眼抹泪。我的女婿在自己屋里呆呆地坐着，他妈妈正和一个亲戚细谈阿元的病，又谈他是怎么去的。他说，钱元的病他本人不知道，驿道上的爹妈当然也不知道，现在他们也无从通知我们。我的梦不愿留在那边，虽然精疲力竭，却一意要停留到自己老窝里去，安安静静的歇息。我的梦又回到了三里河寓所，停在我自己的床头上，消失了。我睁眼身在客栈，我的心已结成了一个疙疙瘩瘩的硬块，居然还能按规律匀匀地跳动，每跳一跳都牵扯着肚肠一起痛。阿元已经不在了，我变了梦也无从找到他，我也疲劳得无力变梦了。驿道上又漂浮着嫩绿的长条，去年的落叶已经给北风扫净。我赶到钟叔的船上，他正在等我。他高烧退尽之后，往往又能够稍稍恢复一些。他问我，阿元呢？我在他床前盘腿坐下，扶着床说，他回去了。他什么？你叫他回自己家里去。他回到他自己家里去了。钟叔很诧异地看着我，他说，你也看见他了？我说，你也看见了，你叫我对他说，叫他回去。钟叔着重说，我看见的不是阿元，不是实实在在的阿元，不过我知道他是阿元。我叫你去对阿元说，叫他回去吧。你叫阿元回自己家里去，他笑眯眯地放心了。他眼睛里泛出笑来，满面鲜花一般的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笑得这么美。爸爸叫他回去，他可以回去了，他可以放心了。钟叔凄然地看着我说，我知道他是不放心，他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我看他就是不放心，他一直在抱歉。古驿道上的老夫妻相识老人的眼睛里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女儿没有了，钟叔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他黯然看着我，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我的手是冰冷的，我摸摸他的手，手心很烫，他的脉搏跳得很急促。钟叔又发烧了，我急忙告诉他，阿元是在睡梦中去的。我把他的病情细细地告诉他，他腰痛住院已经是病的末期，幸亏病转入腰椎，只那一小级小骨头疼痛，以后就上下神经断连，他就没有痛感了。他只是希望赶紧病好，陪妈妈看望爸爸，忍受了几次治疗。现在他什么病都不怕了，什么都不用着急了，也不用起早贪黑忙个没完没了了。我说，自从生了阿元，永远牵心挂长肚，以后就不用牵挂了。我说是这么说，心上却牵扯得痛。钟叔点头，却闭着眼睛。我知道他心上不仅痛惜圆圆，也在可怜我。我出入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3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元，
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的走，让我一程一程的送他，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呢，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越远，越怕从此不见。杨柳又变成了嫩绿的长条，又渐渐的黄落，驿道上又满是落叶。那天我走出客栈，忽见门后有个石墩，和钟书船上的一模一样。我心里一惊，谁上船偷了船上的东西？我摸摸衣袖上的别针，没敢问。我走着走着，看见迎面来了一男一女。我从来没有在驿道上遇见过什么过客。女的夹着一条跳板，男的拿着一只长的竹篙，分明是钟书船上的。我拦着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这是船上的东西。”男女两个都理都不理我，大踏步地往客栈走去。他们大约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烧公烧婆吧。我一想不好，违反警告了。一迟一间，那两个人已走远。我往前走去，却找不到关键的斜坡。一路找去，没有斜坡，也没有船，前面没有了路。我走上一个山坡，拦在面前的是一座乱山。太阳落到山后去了，我急着往上爬，想寻找河里的船。昏暗中能够看到河的对岸也是山，河里飘荡着一只小船，一会儿给山石挡住，我又看不见了。我眼前一片昏黑，耳朵里好像能够听到哗哗的水声。一个人在昏黑的乱山里攀登，时间是漫长的。我是否在山石凹处坐过，是否靠着大树背后歇过，我都模糊了。我只记得前一晚下船时，钟书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他说：“这好好哩，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有明天见呢？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泄出，像瀑布发出哗哗的水声。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儿。看着看着，那小点儿也不见了。我但愿我能够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儿。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但是我只变成了一片黄叶，风一吹就从乱石间飘落下去。我好劳累地爬上山头，却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还没到一站，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半空打转，晕眩地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上。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我们仨，第3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故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吗？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以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3个或者4个、5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3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能力范围内的事情。碰到困难，钟叔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负困难了。还有个阿元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苦的事情，都能够变得甜润。我们稍微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的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3个失散了，亡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1935年7月，钟叔不足25岁，我24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附在父母的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2个人作伴，可相依为命。钟叔常自叹着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和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那样的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么样的笨，怎么样的拙。他初到牛津就稳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个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几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2位房客，一位姓林，一位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叔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记得不知怎么样把断牙续上。姓童玉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叔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在10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钟叔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瑟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我正在接洽入学试，我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我不愿意。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维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我的母校校长以为我傻，不敢向父亲征求。其实我爸爸早已答应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负担重，他已年老，不愿意为他增加他的倍累。我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可以公费出国，我居然考上了。
可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偏偏重戏剧，外文系研究生没有一个专攻戏剧。他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都没出息，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其实比我高一级的和我都获得了奖学金的优秀生。而清华派送出国的公费生中，有2个曾和我在东吴同学，我的学业成绩至少不输他们。我是获得东吴金钥匙奖的，偏我就没出息了。我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够写出一个小小的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接他的光，可省一些生活费。可是牛津的学费比交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外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2人分居，就得2处开销，再加上来往的旅费，并不合算。钟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一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够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然万分的抱愧。我怎么能够忍心再向他们要钱呢？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老金家共1日4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学生，也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以后，我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的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由地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的清静。我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的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学期开始以后，钟书领的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2条黑布飘带。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这种黑布背心。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的帽子。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只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牛津大学的大课，课堂在大学楼，钟书所属学院的课，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一些旁听生。我上的课钟书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1对1的课。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2、3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钟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
我看了，自信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2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得我自信不必费这番功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多的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2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伯定，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的弟弟 K.G. 斯波尔丁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K.G. 是牛津某学院的住院研究员。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钟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钟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是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绝技不干的。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的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有3个学期，每学期8周，然后放假6周。每3个学期之后是长达3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2至4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钟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2个导师，一个是学业导师，一个是品行导师。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钟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4、5次的晚餐。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宿，是住校的，吃饭比不上上课更重要。据钟书说，获得优等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再吃2年饭，也就是住校2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4年饭就成了博士。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者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唯独钟书直到3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这在钟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的名胜。他在清华待了4年，连玉泉山、8大处都没有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钟书也游过颐和园。他也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1934年春，我在清华上学，他北来看我，才由我带着游遍了北京的名胜。他做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做春游剧，如今删的只剩一首玉泉山铜匠了。牛津的假期相当多，钟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18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18世纪和18世纪以前。19、20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2星期之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2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画等书，
也有朋友间借阅或者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立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可读。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早晚以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后，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有探险的性质，因为我们总是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我们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我们看到各区不同类型的房子，能够猜想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着闹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够猜测个人的身份，并配合书上读到的人物。牛津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戴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看是否关好。却有人家没有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开学期间，我们稍多一些社交活动。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就是请吃午后茶。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校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钟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个人用满满的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4个人喝茶用5匙茶叶，3个人用4匙，开水可一次次的加。茶总够浓的。钟书在牛津上学期间只穿过1次礼服，因为要到圣乔治大饭店赴宴，主人是 C.D. 勒格罗斯克拉克。他1935年曾出版《苏东坡赋》一小册，请钟书写了序文。他得知钱钟书在牛津，特携夫人从巴黎赶到了牛津来相聚，请我们夫妇吃晚饭。我在窗上向下望，看见饭店门口停下一辆大黑汽车，有人拉开了车门，车上出来一个小小个儿的东方女子。Leclos Clark 夫人告诉我说，她就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Leclos Clark 曾任婆罗洲总督府高层官员，所以认得。这位胡小姐也在牛津上学，我们只风闻她钻石失窃事。这番有缘望见了一瞥。当时中国同学有于大枕、于大姊妹、于大姊妹、向达、洋人等等。我们家的常客是向达，他在伦敦抄敦煌卷子，又来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修士、牧师家。同学中还有杨显义，他年岁小，大家称小杨。钟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学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句。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2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就是外貌 still， 内心生的门，就是内心 sentimental。
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俩都笑得捧腹。向导说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了。我们仨，第3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之2。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的越来越糟糕。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我食量小，他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给他。我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而且2个人生活在一间屋子里，很不方便。我从来不是肯分数的学生，可是我很爱惜时间，也和钟书一样好读书。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2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一个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我就出花样，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膳宿都能够大大的改善。我已经领过世面了。钟书不以为然，劝我别多事。他说我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我们的房间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我说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够学会。我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个人去找房子，找了几处，都远在郊外。一次我们散步探险时，我偶见高级住宅区有一个招租告白，再去看又不见了。我不死心，一个人独自闯去。先准备好了一套道歉的话，就大着胆子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女的房主达雷女士，一位爱尔兰老姑娘。她不说有没有房子出租，只把我打量了一番，又问了一些别的话，然后就带着我上楼去看房子。房子在2楼，一间卧房，一间起居室，取暖用电炉。2间屋子前后有一个大的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厨房很小，用电灶。浴室里有一套古老的盘旋水管，点燃一个小小的火，管内的水几经盘旋就变成热水，流入一个小小的澡盆。这套房子是挖空心思从大房子里分割出来的，有一座室外楼梯下到花园，另有小门出入。我问明了租赁的各项条件，第2天就带了钟书同去看房。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住老金家，浴室、厕所都用，是公家的，而且是公用。谁喜欢公用的呢？预计房租、水电费等种种费用加起来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贵。这个不怕，只要不超出预算就行了。我的预算是宽的。钟书看了房子，喜出望外。我们和达雷女士定下了租约，随即通知老金家。我们在老金家过了圣诞节，大约新年前后搬入新居。我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订好了每日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面包刚出炉就有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我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一个男孩专门负责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子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一下，
下一次送货的时候再取空回子回去。我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的账本上，每2星期结一次账。我们上图书馆或者傍晚出门探险，路过商店就订购日用需要的食品。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1-2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来。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钟书怀具诗存，1959年为我写的诗里说什么料量柴米学当家，无非做了预算，到店里订货而已。我已记不起我们是怎么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只记得新居有一排很讲究的衣橱。我怀疑这间屋子原先是一间大卧室的后房。新居的抽屉也多，我们搬家大概是在午后。晚上2个人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一大壶水一会儿就烧开了。我们借用达雷租给我们的日用家具，包括厨房用的锅和刀、叉、杯盘等等，对付着吃了晚饭。搬一个小小的家，我们也忙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书籍，直忙到深夜。钟书劳累的放倒头就睡着了，我劳累的睡都睡不着。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着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肯请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就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5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而且为我们2个人只供1小杯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早饭。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里有女佣照看1日3餐的时期，除了钟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钟书做给我吃。每天早晨一大茶瓮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利普登茶叶了，我们用3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合在一起做替代。滇红取其香，胡红取其苦，祁红取其涩。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一些没有用完的3盒红茶叶，我看到还能够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日子。我联想起30多年以后，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钟书照常端上了早饭，还趁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的得色。我称赞他能够吃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忘了。钟书等我问呢，他得意地说：“我会划柴火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我们搬入达雷出租的房子，自己有厨房了，钟书就想吃红烧肉。于大枕、大英姊妹以及其他的男同学对烹调都不内行，却好像比我们懂得一些。他们教我们把肉煮一开，然后把水倒掉，再加了生姜、酱油等作为佐料。生姜、酱油都是中国特产，在牛津可是奇货，而且酱油不鲜，
又咸又苦。我们的厨房用具确实是很不够用的，买了肉只好用大剪子剪成了一方一方，然后照他们教的办法烧。2个人站在电炉旁使劲煮，也就是开足电力，汤煮干了就加水。我记不起那一锅顽固的酱肉是怎么消搅的。事后忽然想起了我妈妈做陈皮果酱是用文火熬的。对呀，凭我们粗浅的科学知识，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虽文，力量却比强火大。下一次我们买了一瓶雪莉酒当黄酒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钟叔吃得好快活哟。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了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2人站在电炉旁边涮着吃，然后把蔬菜放在汤里煮来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见过厨师里怎么样的用炒锅来炒菜，也学着炒。蔬菜炒得比煮的好吃。一次店里送来了扁豆，我们不识货，一面包一面嫌壳太厚，豆太小。我忽然醒悟，这是专吃壳的，是扁豆。我们焖了吃，很成功。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熟肉有羊火腿，不如我国的火腿鲜。猪头肉我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1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一些。还有活虾，我很内行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我刚捡得一把活虾在我手里抽搐，我急得扔下了剪刀，扔下了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钟叔问我怎么了，我说虾，我一捡，疼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钟叔跟我讲道理，说虾不会像我这样的疼，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捡。我们不断的发明，不断的实验，我们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的开化，走入文明的阶段。我们玩着学做饭，非常的开心。钟叔吃得饱了，也很开心。他用浓墨给我开花脸，就在这段时期，也是他开心的表现。我把他做午饭作为我的专职，钟叔只当助手。我有时候想，假如我们不用吃饭，就更加的轻松快活了。可是钟叔不同意，他说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食，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但他作诗却是幽清烟火熏颜色，玉蜜仙人辟方。电炉并不冒烟，他也不想辟。他在另一首诗里说，鹅裘四足鳖双群，我们却从来没有吃过鹅和鳖。钟叔笑我死心眼儿，作诗只是作诗而已。钟叔几次对我说，我教你作诗。我总认真地说，我不是诗人的料。我做学生时期，课卷上作诗总得好评，但那是真正的押韵而已。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把某一个字给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粘性，忘不了。那段时间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我们搬入新居之后，我记得一个大雪天，
从前的房东老金踏雪赶来，惶惶然报告大事：国王去世了。英王乔治五世去世是1936年早春的事。我们没有想到英国老百姓对皇室这么忠心爱戴，老金真的如丧考妣。不久，爱德华八世逊位，中书同院的英国朋友司徒亚忙忙地拿了一份号外，特地赶来报告头条消息。那天也下雪，是当年的冬天。司徒亚是我家常客，另一位常客是向达。向达嘀咕在修士牧师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我们请他同吃我家不像样的饭，他不安于他所寄居的家，社交最多，常来谈说中国留学生的是是非非，包括中书挨的骂。因为我们除了和于氏姐妹略有来往，很脱离群众。司徒是同学院同读的 B Lit 学位的同学，他和中书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一是古文书学，一是定书学。课本上教怎么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课本上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两个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我面前，说课本岂有此理。我是女人，对于折纸装线类的事较易理解。我指出他们折反了，课本上面的是镜子里的反应式。两人恍然，果然折对了，他们就拉我一同学古文书学。我找出一只耳挖子，用针尖点着一个一个字认，例如字最初是啊，逐渐变形。他们的考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求认字正确，不计速度。考生只需翻译几行字，不求量，但严格要求不得有错，错一字则倒扣若干分。中书慌慌张张，没看清题目就积极翻译，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他把分数配光，还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担忧，补考准能及格，所以考试完毕，他也如释重负。我们和达雷女士约定，假后还要回来。她将给我们另一套稍大的房子，因为另一家租户将要搬走了。我们就把行李寄放他家，轻装出去度假，到伦敦、巴黎探险去。这一学年该是我生平最轻松快活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的苦，此外可以说是无忧无虑。中书不像我那么苦苦的想家。我们仨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3，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中书的堂弟钟涵带我们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个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钟书只有佩服的范儿，他绝对没有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一些同学。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钟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1936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一共有3个人，钟书和其他2个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京请我们请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钟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钟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
3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的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么样用科学的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2位大代表遇到了可溜的会，一概就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斜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呢，湖面就越发的宽广，没法走一圈。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钟书写的，发言的反应还不错。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1-2个星期。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上学，如盛成华就是我们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果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要有2年的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成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的手续。1936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达雷女士这一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一点。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不过热水是电热的。1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决别用热水。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了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拖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拖出去，或者送托儿所，或者寄养乡间。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等的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以为肚子里怀了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成长和长成就是母体的消失。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7折，什么都减退了。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记总记今年所读书，谦然未足。我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做女博士。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着我去产院去订下了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他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他接生。钟书说：要最好的。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冕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恰逢乔治6世加冕大典，也就是5月12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18日进产房，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当然就是睡觉的意思。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了法然浓的包包里，脚后还有一个热水袋，肚皮都是空了，浑身连皮带肉都是疼，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个护士在门口探头，他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喊呢？”他眼看着我痛得要死，却静静的不吭一声。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疼呀。”他们越发的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情哲学吗？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2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的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的睡去。钟叔这一天来看了我4次。我是前一天用汽车送进产房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是公交车都不能够到达。钟叔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2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3次来见到我已从法然脓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是昏昏的睡，无力说话。第4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地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钟叔仔细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阿元长大以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他，他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出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他又丑又怪。我得知钟叔是第4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7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阿元懂事后，每逢生日，钟叔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他本人。他是死而复苏的，他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他提升洪亮，称他为 Miss Singhai， 就是翻译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朗，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连室2、3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6、7间或者7、8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元的餐室，每日进食，护士把娃娃抱来给我吃，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那里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一般住单人房的住1星期或者10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5到6天、7天，我却住了3个星期又2天。产院收费是1天1吉尼，约合1.05英镑。商店买卖用磅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吉尼。产院床位有限，单人房也不多，不欢迎久住。我几次将出院又生事故，产院破例让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病号。出院前2天，护士让我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筒房间，32个妈妈，33个娃娃，一对是双生的。护士让我看了一个个娃娃剥光了的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的床尾。我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我只能听见阿元的哭声，却看不到他。护士教我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我学会了，只是没他们快。钟叔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的。”墨水呀，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的回去了。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么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的回去了。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
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前骨上生了一个钉，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他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叔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没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所后真的全都修好了。钟叔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做豆瓣，煮了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强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够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的惊奇呢。钟叔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跟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钟叔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要重写，钟叔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是没得学位。钟叔领到了一张文学学士的文凭。我们仨之，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4. 我们的女儿已有名有号，祖父给她取名建汝，又因她生肖属牛，她起一个卦牛利与鹰，所以号丽鹰。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建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我们随即即兴，给他种种混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他的小名。圆圆出生后的第100天，随父母由牛津乘火车到达了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莱港登陆，入法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我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地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 ：“A China baby， 一个中国娃娃，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细腻，像瓷，我们很得意。我因钟叔不会抱孩子，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到了大箱子里结票。他2手提2只小提箱，我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以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莱，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我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我请出来，让我抱着阿元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我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钟叔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着看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有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有打开一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我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公寓的主人喀舒夫人是一位退休的邮务员，她用退休金买下了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3餐，伙食非常的便宜，却又非常的丰盛。她是个好厨师，做菜有一手。她丈夫买菜不知计较，买了鱼肉又买鸡鸭，饭摆在他家饭店里的一大桌，可坐10数人，男女都是单身房客。我们租的房间有厨房，可是我们最初也包房包饭。替我们找到这所公寓的是留学巴黎大学的盛成华，他到火车站来接，用送我们到公寓。公寓进车站，上车5分钟就到巴黎市中心了。巴黎的中学生真的不少，过境观光的旅客不算，留学欧美
而来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我们每出门总会碰到同学或者相识。当时寄宿巴黎大学宿舍大学城的学生有一个 H 小姐住美国馆，一位 T 小姐住英国馆，盛成华住瑞士馆，其他散居巴黎各区。与我们经常来往的是林黎光、李伟夫妇。李伟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作诗填词，墨笔字写得非常的老练。林黎光专攻范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国家博士。他们有一个儿子，和我们的女儿同年同月生。李伟告诉我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他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我也舍不得。我们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他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他想把孩子带到乡间去养，对我们说，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他试图说服我们把孩子交托他带到乡间去。他说，我们去探望也非常的方便，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子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子里了，反叫我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非常的习惯，乖乖的睡到老晚，没哭一声。钟叔和我两个却通宵未眠，他和我一样的牵心挂肠。好在对门太太也未便回乡，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随时可以把孩子抱过去玩。我们需要一同出门的时候，就托他照看，当然我们也送他报酬。钟叔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释重负。他觉得为了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一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学士文学学位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钟叔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巴黎大学的学生非常的自由，住在巴黎大学城的两位女士和盛晨华也都不想得博士学位。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口试是公开的，谁都可以去旁听。他们经常去旁听，考官也许为了卖弄他们的汉学精通，总是问一些刁难的问题，让考生当场出丑，然后授予博士学位。真有学问的学者也免不了这场难堪。花钱有枪手做论文的，老着面皮也一般得了博士学位。所以林黎光不屑做巴黎大学博士，他需要的是一个国家博士。可惜他几年后得病在巴黎去世，未成国家博士。钟叔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的读书。法文自15世纪的诗人维荣读起，到18、19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钟叔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个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1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都忘了。我们交游不广，但巴黎的中学留学生多，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个小圈子的人，生活也挺热闹的。向达也到了巴黎，他仍是我们的常客。林黎光好客，李伟能烹调，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T 小姐豪爽好客，也经常请客。H 小姐是他的朋友，比他更年轻貌美。H 小姐是盛成华的意中人，盛成华是很羡慕我们夫妻同学，也想结婚，可是 H 小姐还没有表示同意。
有一位由汪精卫资助出国留学的哲学家正在追 T 小姐，追求 T 小姐的不止一人，所以仅我提到的这几个人就够热闹的了。我们有时候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候在中国餐馆吃饭。哲学家爱摆弄他的哲学架势，宴会上总喜欢出个题目叫大家思索回答。有一次他说，咱们大家说说什么是自己最向往的东西，什么是最喜欢的东西。 T 小姐最向往的是光明，最喜爱的是静，这是哲学家最赞许的答案。最糟糕的是另一位追求 T 小姐的先生，我忘了他向往什么，他最喜欢的东西，他用了3个法国字组成了一个猥亵词，相当于他妈的。我想他是故意的，这就难怪 T 小姐鄙视他而嫁给了哲学家了。我们2个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功夫。喀舒夫人家的伙食太丰富，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饭可消磨2个小时。我们爱惜时间，伙食又不合脾胃，所以不久我们就自己做饭了。钟书赶集市练习学法语，在房东餐桌上他只能够旁听。我们用大锅把鸡和爆腌的咸肉同煮，如加了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一样。喀舒夫人教我的出血牛肉，我们把鲜红的血留给圆圆吃。他还吃面包蘸蛋黄，也吃空心面，养得很结实，很快的就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了一个小人了。我把他肥嫩的小手小脚托在手上细看，骨骼造型和钟书的手脚是一模一样的，觉得很是奇怪。钟书闻闻他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子，他就笑出声来。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会认识是自己。他看到我们看书，就来抢我们的书。我们为他买了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没人要，很便宜。他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大本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我们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钟书给他朋友司徒雅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地道是钟书的夸张。即使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个人画书学。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门。她最早能说的话就是外外，要求外边去。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3节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以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11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好，只会动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般的劝慰，我就狠命地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性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幸福。我自己才做了半年的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了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我们为国家都十分的焦虑，奖学金还能够延期1年，我们都着急着要回国家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的船票，坐3等舱回国，那是1938年的8月间。我们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5. 我们出国乘英国邮轮2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3等舱，伙食差多了。圆圆刚断奶2个月，船上20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上是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一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有为他制备一些奶制品，辅佐营养。我好不容易喂得他胖胖壮壮，到上海他不胖不壮了。钟书已有约回清华教书，我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也就是清华当时属西南联大。他只身远去，我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了小渡船，离开了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他只发呆，他还不会说话，我也无法和他解释。船到了上海，我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个亲戚接到了钱家。我们到拉菲德路钱家也是黄昏时分，我见到了公公，我称爹爹，婆婆我就称他为母娘，叔父我称他为小叔叔，婶母我称他为四婶婶，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等。圆圆在船上已知乘客混熟了，这时候突然面对一屋子的生人，而亲人又只剩下了妈妈一个，她的表现很不文明。她并不扑在妈妈的身上躲藏，只对走近她的人斩决地说 No No。 我从来没有教过她法语，然而像小狗一般的低吼 R， 卷的是小舌头。我也从不知道她会卷小舌头，这大概是从对门太太处学来的，或是她自己的临时应付。她1岁零3个多月了，不会叫人，不会说话，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走得还很快，这都证明我这个书呆子妈妈没有管教好。大家把她的低吼称作打花舌头，觉得新奇，叫她再打个花舌头，她倒也懂，就再打一个花舌头。不过她原意是示威，不是卖艺。几天以后就不肯再表演了，从此她也不会打花舌头了。钱家的长辈指出，她的羊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了木屐，给她换上了软鞋，果然很快就能够走路了。她从小听到的语言，父母讲的是无锡话，客人讲国语，对门太太讲的是法语，轮船上更加是嘈杂。她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但是没过多久，她听了清一色的无锡话，很快也就学会了说无锡话。我在钱家过了1夜，就带着圆圆到我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她没有吼，也没有喊 No No No。 当时钱家的和我爸爸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我的圆圆有时寄居钱家，有时寄居爸爸家。钟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报道以后，曾回上海省亲父母，并送爹爹上船，由吴中匡陪同前往蓝田师院，顺便取几件需要的衣物。他们有勾留几天，就匆匆地回昆明了。我有个姨表姐，家住上海霞飞路来德坊，她丈夫在内地工作。她得知我爸爸租的房子不合适，就把她住的3楼让给我爸爸住，自己和婆婆妯娌同住2楼。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3姨妈，住在她家的4楼。我爸爸搬家以后，就接我和圆圆过去同住，我这才有了一个安身之处。我跟着爸爸住在霞飞路来德坊，和钱家住的拉斐德路很近。我常常带着圆圆到钱家去做媳妇，我爸爸的话就是做媳妇。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因苏州已沦陷，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避居上海。
他抓我帮他在孤岛筹建分校，同时我有朋友介绍，为广东富商家的一位小姐做起了家庭教师，教高中1年级的全部功课，包括中英文的梳理等等。我从1年级教到了3年级毕业。我常常一早出门，饭后又出门，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爸爸的家有大姐姐当家，小妹妹杨碧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归的。家有女佣做饭、洗衣、收拾，另外有个带孩子的小阿姨带圆圆。小阿姨没有找到之前，我爸爸自称奶公，相当于奶妈。圆圆已成为爸爸家的中心人物。我3姐姐7妹妹经常带着孩子到爸爸家聚会，大家都把圆圆称作是圆圆头，也是一种昵称。圆圆得人怜，因为她乖，说得通道理，还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也就是1938年，出过疹子；1939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后肠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坏了肚子。只要我告诉他什么东西他不能吃，他就不吃。他能看着大家吃，一个人乖乖的在旁边玩，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有一次，我的阔学生送来了大篓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听着看着都会觉得好吃。圆圆从来没有吃过，可是我不敢让他吃，只安排他一个人在旁边玩。忽见他过来扯扯我的衣角，眼边挂着一滴小眼泪。吃的人都觉得惭愧了，谁能够见到他那一滴小眼泪不心疼他呢？这年也就是1939年的暑假，钟书由西南联大回到上海，腊菲德路钱家还挤得满满的。我爸爸叫我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里，腾出房间让钟书在来德坊过暑假。他住在爸爸这边，非常的开心。我表子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的。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室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条缝就能够听得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的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他的禁令。钟书虽然住在来德坊，他每晨第一件事就是到腊菲德路去。当时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我的母校校长硬派我当校长，说是校董会的决定。我怕他我不听话，已请孟显成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为其难，像爸爸形容的那样够耕田。开学前很忙，我不能够陪钟书到钱家去。有一天钟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弟弟来信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的主任，同时可以侍奉公婆和父母。我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1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钟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的妈妈、他的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我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该向家人讲讲不当去的道理。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了一个法文 born 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的一位能说英文的法国夫人公断。他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虽然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梢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
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我却觉得应该争执。我等钟叔到了钱家去，就一一的告诉了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可是我爸爸听了，脸上默无表情，一言不发。我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发我深思。我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我记起我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我抽空陪钟叔同到拉菲德路去。一到那边，我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了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钟叔没有开口的余地。我当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照例去做媳妇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难堪的角色，尝到了难堪的沉默。我对钟叔只有同情的份了。我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有给钟叔增加苦恼。钟叔每天早上到拉菲德路去办公，就是按照爹爹线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要到老远的地方找人。我曾陪过他1-2次。钟叔在9月中旬给清华外语系的主任叶公超先生写了信，叶先生未有回答。10月初旬，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钟叔刚离开上海，我就接到了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钟叔为什么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可是我们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呀。钟叔这时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我的回电现还存在清华的档案中。他在路上走了34天之后，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转的电报。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了第2个电报，问他何以不赴。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1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1天，偏偏电报晚到了1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的懊恼。2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了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那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2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吴碧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是没有错的。陈福田拖延到了10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钟叔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一语挽留。我曾问钟叔：“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的思索，斩决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可是钟叔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了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一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国友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钟书放弃了清华，而跳槽到了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的亲切，也更能够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我对他说：“你这一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钟书半路上作诗：“莱阳小发适于30初度。”把他生日记错了，我原先的估计也错了。
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者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来养小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钟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34天到达石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势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3年。钟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了几面。他开始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的学生兼助手吴中匡一直侍奉着他。吴中匡平时睡在老师后房，侍奉得非常的周到，爹爹不是没人侍奉。爹爹最宠的不是钟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相验，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钟书自小和四父最亲，四父他称伯伯，伯伯好比是他的慈母，而爹爹是他的严父。钟书虚岁11，伯伯就去世了。我婆婆一辈子谨慎，从不任性。长子既已于4出，他绝不敢拦出来当慈母。奶奶也就是吃母嘛，只把大阿官带了1年多，就带钟书的2弟和3弟。他虽然最疼大阿官，他究竟只是一个吃母嘛。做4母的对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会和他亲。钟书自小缺少一位慈母，这对于他的性情和习惯都深有影响。钟书到了蓝田，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他在国外学会了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面前夸他儿子孝顺，我公公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那位先生说，我倒宁愿口体之养，可是爹爹总责怪儿子不能养志。钟书写信把这话告诉我，想必是心上委屈。爹爹是头等的大好人，但是他对人情世故远不如小叔叔精明练达。他对眼皮下的事都完全隔膜。例如他好吹嘘，儿子都不抽香烟，不抽烟的只钟书一个，钟书的2个弟弟都抽。他们见了父亲就把手里的烟卷往衣袋里藏，衣服都烧出了窟窿来。爹爹全然不知晓，他关心国事，却又天真的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中匡附挂号邮费。吴中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钟书不敢真谏，正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中匡把文章里的藏否人物的都删除了，仅留下了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的所剩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有说什么。钟书和我不在艺术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非常的勤，还特地为我记下了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我们仨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之6。这一次钟书到蓝田去，圆圆并未发呆。假期中他们俩虽然每晚一起玩猫鼠共跳亮，圆圆好像已经忘了渡船上渐去渐远渐渐消失的爸爸。钟书虽然一路上想念女儿，女儿好像还不懂得想念。他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4楼了。4楼上的三姨和我们很亲，我们经常上楼去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4楼读书，她比圆圆大2岁，读上下2册，看图识字。
三姨屋子里有一只小桌子，2只小椅子，2个孩子在桌子面对面的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非常的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了三姨婆家里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作伴。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2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2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看圆圆头念书。他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他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姐姐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都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2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他识了颠倒的字，慢慢的自动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该纠正，特地买了1匣子的方块字来教他。我抱着圆圆出门，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在地上，她对我说：“娘，5号里的少奶奶就是京市人人。”这个我知道，但是圆圆怎么会知道呢？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还小，才3岁，不会解释，只会使劲点头说：“是的，是的。”几十年后，我旧事重提，问她怎么知道5号里的少奶奶就是京市人人。她说：“我看见她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远远观察细致，他归纳的结论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正确。京市人人却有个女儿，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带着女儿。钟叔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了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的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个女儿的人。我爸爸常说，圆圆头一双眼睛，什么都看见。但是她在前家乖乖地坐在我的膝上，一声不响，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1940年秋，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头又多了一个宠爱他的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钟叔暑假前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说1年以后和钟叔同回上海，可是他1年以后并不想回上海。钟叔是和徐彦谋先生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我知道弟弟即将回家，钟叔不能再在莱德坊度假了，就在拉菲德路弄堂里租了一间房。圆圆将随妈妈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头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喽。”圆圆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旁坐，落下了大滴大滴的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当时我不在场，据大姐姐说，不易落泪的爸爸给圆圆头哭得也落泪了。钟叔回家不成，我们搬出去住了1个月，就退了房子，重返莱德坊。我们母女在我爸爸身边又过了1年。我已经记不清京市人人到莱德坊是在我们搬出之前还是搬回以后，大概是搬回之后吧。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意为她挑选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3册的《苦儿流浪记》，圆圆头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有用，他看到那3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子上，足有
5分钱的硬币那么的大。他晚上盼妈妈跟他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的课卷，因为我兼任高3的英文老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头，伸出个小拳头，做事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了。苦儿流浪记害他这么伤心痛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他了。我只好把书藏起来，为他另买了新书。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钟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嗤笑个不了，可是我没有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开始想爸爸。不过他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多年以后，他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又是谁，苦儿的浪浪如何结束等等。他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吧。我们仨，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之7。1941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了上海。当时拉菲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1年前，我曾在拉菲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1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了，只好寄居钱家楼下的课堂里。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已在拉菲德路住下等他了。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下布长衫，式样寒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了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他接过橘子就转交给了妈妈，只注目地看着这个陌生人。2年不见，他好像已经不认识他了。他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的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他要赶走爸爸。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她的？”“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是把无锡话改为了国语。我当时非常的惊奇，所以把这一话一字一字的记住了。钟书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的友好。妈妈都退居第2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有想到问，现在已经没人可问了。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3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了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2个人立即成了好朋友。他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拉菲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了，圆圆就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的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他那个时候虚岁5岁，实足年龄是4岁零2、3个月。向来只有人疼他，有人管他，教他，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圆圆去世，60岁还欠2个多月。去世前1、2个月，他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1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他的记事附在卷末。钟书这一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意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传给他的，所以钟书已辞去了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
淮剧失存。1941年有又将入滇创念若其渠一诗。据清华大学档案，1941年3月4日确有聘请钱钟书回校的记录。据吴宓日记系里通过决议，请钟书回校任教是1940年11月6日的事。日记上说，继之者明示反对，但足通过。吴宓日记第7，258页。钟书并不知道有继之者明示反对，他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钟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者陈福田，只称 F8226T8226。他和 F8226T8226从无交往。钟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华杳无消息。钟书的二弟已携带妻子儿女到外地就职，钟书的妹妹已到爹爹身边去，钟书还在等待清华的聘书。我问钟书是不是弄错了，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看样子他是错了。钟书踌躇说，袁统理曾和他有约，如不便入内地，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统理去过信。钟书后来曾告诉我，叶先生对袁统理说他骄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仅正清华和袁统理那都杳无音信。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途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林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的主任，钟书就向陈林瑞求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宇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宇之名，并不相识，但是他绝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就一口拒绝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2个钟点的课。10月左右，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亲自来聘请钱钟书回校。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嘛。既然不受欢迎，何苦矮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是乖乖的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有谈几句话。我们寄居拉菲德路钱家，一住就是8年。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福兄2字。钟书又何须弟弟福呢？爹爹既这么说，他也就认了。他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我觉得他们都像我的婆婆。我那个时候以为阔小姐补习到高中毕业，把她介绍给了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助教了。珍珠港事变以后，孤岛已沉没，振华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外一个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薪水不薄，每月还有3斗白米，只是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邓妈妈 Mother 方邓见面之后，校方立即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他随后收到了一名拜门的学生，然后
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总能够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钟叔虽然遭厄运拨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离别。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钟叔的妹妹到他爹爹身边之后，记不清是哪年，大约是1944年。钟叔的二弟当时携家住汉口，来信报告母亲说，爹爹已经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但是妹妹不愿意，常在河边独自徘徊，怕是有轻生之想。二弟家住处和爹爹处仅一江之隔，来往极便。我婆婆最终的疼爱就是这个小女儿和小儿子。一般传统家庭重男轻女，但是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据二弟来信，爹爹选择的人并不合适，那个人是一位讲师，曾和钟叔同事。钟叔站在妹妹的立场上，妹妹不愿意就是不合适。我婆婆只因为她是外地人，就认为不合适。钟叔的三弟已携带了妻子儿女迁居苏州，三弟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这个时候不在上海。我婆婆主钟叔写信劝阻这门亲事，叔父同情我的婆婆，也写信劝阻。他信上极为开明，说家里一对对小夫妻都爱吵架，唯独我们夫妇不吵，可见婚姻还是自由的好。钟叔代母亲委婉的陈词，说生平只此一女，不愿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钟叔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他说话。爹爹见信非常的恼火，他一意要为女儿选个好女婿，看中了这位品学兼优的讲师，认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女儿嫁个书生，粗茶淡饭足矣，外地人又怎样？我记不清他回信是1封还是2封，只记得信中说，楚安平当时在师院任职，是自由结婚的，一直在闹离婚呢。又讥诮说，现在做父母的要等待子女来教育了。这是针对钟叔煽动妹妹违抗的话。爹爹和钟叔的信都是文言的绝妙好词，可惜我只能够撮述，不免欠缺文采。不过我对各方的情绪都稍能了解。四婶婶最有幽默，笑弯了眼睛，私下对我说，乖的没事，憨的又讨骂了。乖的指养志的弟弟，但他当时不在上海。憨的指钟叔，其实连乖的叔叔也挨刺儿了，连累我的挨刺儿了。钟叔的妹妹乖乖的于1945年8月结了婚。我婆婆解放前夕到了我公公处，就一直和女儿女婿同住。钟叔的妹妹生了2个聪明美丽的女儿，还有2个小儿小女，我未见过。爹爹一手操办的婚姻该算是完美，不过这是后话了。其实钟叔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势掩不住慈父的真情。钟叔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非常的诚挚的。他非常的尊重爹爹，也非常的怜惜他。他私下告诉我，爹爹因母娘多病体弱，而7年间生了4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室，无日无往的往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里歇息。江浙战争，乱军抢劫无息，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了一大笔债款，这大笔债都是爹爹独立偿还的。我问，小叔叔呢？钟叔说，小叔叔不想干，爹爹是负责人。等到这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的一身是病了。
我曾听到我公公喊哎呦哎啦，以为碰伤了哪里。钟叔说不是喊疼，是他的习惯语，因为他多年浑身疼痛，不痛也喊哎呦哇啦。爹爹对钟叔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钟叔无大裨益。钟叔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钟叔的志并不了解，也赞许。他们父子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钟叔的堂弟钟涵和钟叔是好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一次，钟涵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说：“其实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们都觉得他说的对极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儿子。我们仨，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8，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叔除了在教会大学教书，又增添了2名拜门的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去拌。分配的米只是稀，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稀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机，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买菜，后门叫卖米。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毒米要口口吧。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稀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300斤，只肯送200斤。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200斤。有时候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尽也烧不着。有时候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太多太松，一着就过了。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够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300斤的煤沫子，我视为至宝。煤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了煤灰，可以自制相当400-500斤的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膛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了敲断了。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呀。钟叔的2弟、3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叔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倚仗几个拜门学生的宿销。他虽然最没出息。有一天夏天，有人送来了一担西瓜，我们认为绝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了3楼。一会儿钟叔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2担3担，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我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他一本正经地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
显然他是觉得与有荣焉，他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叔虽然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他吃了。钟叔爱逗他，惹他，欺负他，每一次有吃的东西总是说 Baby no eat。 他渐渐听懂了，总留心看妈妈的脸色。一次爸爸说了 Baby no eat， 他看看妈妈的脸，蹦出了他自造的第一句英语 Baby yes eat。 他那时候约6岁。胜利前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的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了上海。我父亲于1944年早春带了我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塘巷老家。这年暑假，我七妹妹和妹夫携带2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我有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的家去。那时候圆圆7周岁，在外公家和2个表姐4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原里梯田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他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候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是非常的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叔自称的拙手笨脚。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要她保镖。她这一点也颇有副风。我是最怕鬼的，钟叔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钟涵早年住无锡流芳生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涵怕鬼，钟叔吓他，鬼来了。钟涵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钟叔大乐，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关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3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关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的慈虚，这不就比世经大人，也就是世经人人更奇怪了吗？他就呆呆的和人家失散了。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着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边，或者是抱在身上。圆圆已经3、4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她说这不是电车吗？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位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来没有坐过电车的意思。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了3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钟叔。圆圆这一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我爸爸于1945年3月底在苏州去世，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这时期钟叔经常来往的朋友同辈有陈林瑞，也就是石华富、陈锡和、李建武、柯林、傅雷，亲如兄长的徐延谋、师友茂孝鲁等等。老一辈赏识他的有徐森玉，也就是洪宝，李巴可，也就是宣公，郑振铎、李玄伯等等。比他年轻的朋友有郑朝宗、王兴迪、
宋替芬、许国璋等等。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替芬、王兴蝶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悦视，也是口体的享受。偏与病总是相连的，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1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6年，他从未上足1个学期的课。胜利之后，1947年冬，他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这种病中医称瘤柱或者穿骨瘤柱。据医书载，发在骨节或者骨空处，难痊愈。大夫和我谈病情，圆圆都听懂了。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我忙安慰他说：“你挑了好时候，现在不怕生病了，你只要好好的休息补养就会好的。”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 A、D， 吃补养的食品。10个月后，病全好了。大夫对我说：“这是运气，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圆圆病愈，胖大了1圈。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了。可是我自己也病了，天天发低烧，每月体重减1磅，查不出病因。钟书非常的焦虑。1949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果然，我到清华1年之后，低烧就自动的没有了。我们仨，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1948年夏，钟书的爷爷100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全家人一同回到七尺场老家。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10天上下，这一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见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全家只住了1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地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孙女建茹，得意非凡。他偶在一间厢房里的床上睡着了。他睡觉向来不分日夜，醒来看见一个小女孩在他的脚头，为他夜夜加被，盖上脚，然后坐着看书，满地都是书。院子里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闹闹地玩，这女孩子却在静静地看书。我公公就问她是谁，圆圆自报了名字。她在钱家是建茹，但我们仍叫她阿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报名的。她那时候11周岁，已经读过了《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灵异小说。他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他找到一小柜的少年，这种杂志他读来以前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都是书。我公公拷问了他读的《少年》，又考他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他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从此建茹跃居心上的第1位。他曾对钟书的2弟、3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为建茹1人耳。”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自从1945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
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济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顾问。围城出版以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的爱好者，我们的交友面扩广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了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一般的浅酌低吟，细细的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味，值得浅斟低酌，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20不狂没志气，30犹狂是无事忘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20不狂没出息，30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之道。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一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的学问。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里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蚌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蚌驱使。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有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吉风，也就是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来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无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制的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钟书写的戒痴斋藏书，并盖有戒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戒痴吗？钟书谪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戒痴斋的书，寄还给了钟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戒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我们如是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我们仨，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之时。解放后，中国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国。不过我们夫妇始终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我们也一贯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1949年夏，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钟书教什么课我已经忘记了，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我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了1门到2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圆圆已有学名前缘，她在爷爷发现读书种子之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女孩子。我们造反，不要她排名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为了学名。她离上海时12周岁，刚上完初中1年级。她跟父母上火车，一手抱个洋娃娃，一手提个小小的手提袋，里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缝制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里有几两黄金，她小心地抱着，看似小孩子已经懂事。到清华以后，他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校一定要他从1年级读起。我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阿元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午后的休息还很重要，我因此就让他休学，功课由我自己教。阿元就帮爸爸做一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的。他常常会发现一些爸爸没有看到的细节，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2个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2个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他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钟书到清华工作1年以后，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监管研究生。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试定之日晚饭后，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客去后，钟书惶恐地对我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功无过，他自以为做到了，饶是如此，也没有逃过背后扎来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有关这一件莫须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记事以及干校6记里都提到了。我们爱玩福尔摩斯，2个人一起侦探，探出并证实诬陷者是某某人。钟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记恨，我很忧虑。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够随心。钟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其实记他很没有必要。钟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焕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余冠英同志领导下选著唐诗，共事的年轻同志都健在呢，他们准会同意我的话。钟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功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我觉得梅薛
我觉得梅疟都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容忍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地耕耘自己的园地。梅疟就是倒霉和作孽的事情。钟叔住进了城去，不嘱咐我照管阿元，却嘱咐阿元好好的照管妈妈。阿元很负责的答应了。我们的老李妈年老多病，有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元对我说：“妈妈，该搓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他知道我绝不会让他搓煤，所以他背着我一个人在雪地里，先把白雪覆盖下的猫屎抠出了干净。他知道妈妈怕猫摸屎，可是他的嫩指头不该着凉。钟叔还是应该嘱咐我照看阿元的。有一晚他有几分低烧，我逼他早睡，他不敢违拗。可是他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元照例陪我同去，我说我自己会去。他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他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我摆出大人的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他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他没睡。我一个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的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2次3次，前面可怕的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元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他没说什么，他很乖。说也可笑，阿元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他陪着，就像钟叔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害怕。钟叔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真有他的道理的。阿元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他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的快乐。他在病床上写的《我们仨》里有记述他这种生活的章节，这里我不重复了。我买了初中2、3年级的课本教他数学，主要是代数、一附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等。钟叔每周末为他改中英文的作文，代数越做越烦，我想越懒。我对阿元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他很听话，就无师自通。过一天我问他能自己学吗？他说能。过几天我不放心，叫他如有困难趁早说，否则我真的会跟不上。他会很有把握地说他自己会，我就加买了一套课本让他参考。圆圆于1951年秋考取了北满女中，当时称女中2中，就是女12中。高中1年级代数得满分，他就进城住校。他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周末都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也就成了我们的小友。后来阿元得了不治之症，住进了医院。他的中学朋友从远道各处相约同到医院来看望他。我想不到10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能够保留得这么久远，他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阿元住校，家里剩下我一个人，只在周末家人团聚。这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有人提出杨先生怎么不参加系里的会，我说是怕不够资格。此后我有会必到，认认真真的参加了三反或者脱裤子割尾巴或者洗澡的运动。钟叔在城里也参加了运动，也洗了个澡，但毛选翻译委员会只是个极小的单位。第1年原有1班人，1年后只留下钟叔和助手7、8个人。运动需人多势众才有威力，寥寥几人不成气候。清华大学的运动是声势浩大的，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洗澡，就是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的澡。
我就进城带他请了2星期假，让他回校好好的学习了一番现洗澡。钟叔就像圆圆一样的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接下是忠诚老实运动，我带他一并交代了一切该交代的问题。我很忠诚老实，不管成不成问题，能记忆的趁早都一一的交代清楚。于是有一天中书，我和同校老师们排着队，有一位党的代表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党信任你。我们都洗干净了。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2个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文研所于1953年2月22日正式成立。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这一年的10月16日，我家就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搬家的时候，钟叔和阿元都在城里，我一个人搬了一个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家的宝贝猫儿。钟叔和阿元周末陪我同回旧居，捉了猫儿，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子里。我背着，他们2个一路抚慰着猫儿。我只记得猫儿在袋子里瑟瑟发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1954年底告一段落，钟叔回所工作。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钟叔挤不进了。他对我说：莫准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钟叔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文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钟叔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有能够回到外文组。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不能够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通，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的不变。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就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我们仨，杨绛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12，钟叔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了大字报来。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真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一些。我们又惊又喜的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民放了。钟叔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民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以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所内立即号召民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
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的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来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的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风和日丽，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的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行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钟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明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好友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了病妇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也不在了。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的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8226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5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者1957年。我接受了3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唐8226吉诃德的任务。差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了《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带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死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以为不必选的，能够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
或写人民沦陷敌去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2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个人曾理会到。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有国家包了，我们分配的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的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3口人分散3处，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1月底，以及阴历年底回京。阿元下放工厂炼钢，钱元到了工厂，跟上一个8级工的师傅。师傅因他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他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元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他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建，就要阿元按他的创建画图。阿元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他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他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属这一枚最大。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元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3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掏粪，吃的是梅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个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我们夫妻分离3个月又团聚了。1959年，文学所迁入常内旧军海军大院。这年5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1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5小间。一家3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香笼食物。搬进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钟书是爱吃的，3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仙事，阿元快毕业了，他出身不好，他自己是白专，又家父母双白，他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他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他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
我还得为他做一件皮大哈呢。自从他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他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他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4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4点半，我不忍叫醒他，也不得不叫醒他，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室里有阿元的床，可是他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元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何分配？假如是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元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的在父母身边了。我家那时的阿姨不善做菜，钟叔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一处的吃。钟叔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够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我和女儿在这一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够评选出好的文章，到绸庄、布庄能够选出好的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叔是近视眼，但是耳朵特别聪。阿元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半言语，就是一言半语也不精心。钟叔和阿元都能够听到全文，我就能够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者故事。那边2个人是夫妻在吵架，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就是2个人都说了好多遍名人的人吗？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这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说得头头是道。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了，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3个人在一起，总有无尽的无穷的趣味。我们仨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131962年的8月14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4个房间，还有1间厨房，1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1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3年困难期间，钟叔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店。他和我又各有了一份特殊的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忧郁，而阿元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的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有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的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忧郁，心上非常的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
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的。我们的工资冻结了10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1964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了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1963年，中书结束了英译毛选4卷本的定稿工作。1964年，又为毛主席诗词翻译5人小组的成员。阿元1963年12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1964年4月回校。1965年9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1966年5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是校方的，以及马六海是公社的介绍，火线入党。什么叫火线入党？他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他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他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他直到10多年以后才讲故事般的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他的需求，为他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过去。他带回的一身虱子，我帮他把全部的衣物清了一清。阿元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武乡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元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元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有向校长闹革命。10年之后，这位校长特地来北京向钱元道谢，谢他解救了他这一场的灾祸。8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元急要回家来看望我们，而他属革命群众，他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他先写好了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限，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他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限。他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限，然后一言不发，围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的缝。他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他缝完了末后的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的身边，又从书包里取出了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他找出了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的剥去了包糖的纸，装在瓶子里，以免把一张张的包装纸的糖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堆里发现了糖纸。他说现在他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以省下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经冻结。我们2个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元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来他是眼泪往肚子里咽。看了阿元，我们只心疼。阿元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他，而他也不能够做逍遥派，不能够做鱿鱼。全国大串联，他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他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了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告诉我说，他一个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的受重视，很难为他一个人在这10年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1年之后2个人相继下牢，即走出了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够与强邻相处。阿元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唯一的出路。我们1973年12月9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4时左右。我们雇了一辆3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地到达了北师大。阿元带我们走入他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他住了很多年的房间，在3楼朝北。他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前缘。我们没有走进他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前缘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及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陆续续的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元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4楼，他说要洗手，急奔4楼。钟叔着手笨脚的忙拿了一个小脸盆，在楼道的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4楼。知青的阿元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元为我着急。我在4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了鼻梁，冰了脑门子，趁间隙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元的房间里。阿元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哎呀，不好了，太暴露了。”他的屋子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有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子里来收拾。我爱整洁，阿元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地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打毛巾，边对边，脚对脚，齐齐整整。他们2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打打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的反抗。阿元这间宿舍有3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他毕业后和2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有阿元一个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元是美工组的成员，擅长调颜色。他屋子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地停止了。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式的厨房，我们也升上了煤炉。晚饭前，阿元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2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和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3人同住一房，阿元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里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即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个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说不清楚。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求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2大包的衣服，
他帮我雇了汽车，还带着韩一回师大。阿元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的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的宿舍，就把小红楼的2间房让给了我们，自己留住原处。那2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一些家具是学校里的，如床和桌子椅子等等。原有一个大的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的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元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怜的钟叔真的是劳动态度好，也别处插不下手，就着手笨脚的去扫那一堆陈年的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了大量的灰尘。连日大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他每一次发病就不能够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候甚至不能够卧床，只能够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明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并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元带我们到校医院给看病打针，可是他病得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子里满地的走。我已连着几夜合衣而卧，陪着他不睡觉。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伸回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1974年的1月18日下午，我刚煮好了一锅粥，等阿元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潮，我听到钟叔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的快连续不上了。多亏2家相邻的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元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3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定，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我给钟叔穿好了衣服鞋袜，戴上了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了厚的被子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里呆等着。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叔，把他推上了汽车。我和阿元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3院的一路上，我听到钟叔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气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了血来了。这是回校以后才发现的。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叔扶上了轮椅，送入了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4个小时之后，钟叔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3院，抢救的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叔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员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叔躺在宽紧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12点。
阿远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3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来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样回小红楼。医院又没有处可歇，我们3个人都饿着肚子呢。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3个人一同吃了晚饭。钟叔这一回不胡笑了，校医室也真的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叔打针。经校医室的诊治，钟叔渐渐的好起来，能够起床卧在躺椅里，能够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了。我们和另外2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者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下我们夫妇。孟家一个5岁多的男孩，熊家奶奶和他的小孙子。3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的主妇，我称他们小长宝，还有我。我们3个谈家常或者交流烹调的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强，也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跶，渐渐的能够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那时的钟叔头发长了不能够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求手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的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叔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的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手要爷爷抱，钟叔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叔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的，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这点。钟叔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的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需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的身上。我渐渐的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子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的飞出格子。渐渐的，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楚了。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2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的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的照顾。钟叔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钟叔到2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为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够看休息1年后能否恢复。但是大脑没有损伤，他没有什么瘤子。我放下了半个心，悬着的那半个心。钟叔得休养1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够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价，回家取了东西，把那一间办公室布置停当。1974年的5月22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7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我们仨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14。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煎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叔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6号楼里。钟叔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的主任，
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中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我们在师大有阿元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7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中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够写字，但两脚还是不能够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钱元在我们2个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助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的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元和他结识以后，就看中了她作为自己的儿媳妇，哄阿元到她家去。阿元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以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他的儿子，要求让他儿子和阿元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元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他，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元是个孝顺的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1974年，我们搬入学部的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元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元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伏在此处末尾的附录2，私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1974年冬11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5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5人小组是哪5人，我只知道这项工作是1964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了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外2个人不知是谁。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奸儿卖乖，抢来着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的，只能在这屋子里待着，不能出门。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这间房2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的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了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了木格子里，顶着2墙，横放2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全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的词典都摊放到了床上。
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进门有个洗脸架，旁有个水桶和小水缸，全冲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过碗瓢盘。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叶君健不嫌陋室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有处容膝。周玉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子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玉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2、3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袁辞去以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1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2个没有心理准备，2个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盐水拍是怎么回话的。1975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2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于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了，以后的事我们只有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这一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有注意到烟囱管道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了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了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来，3脚并住2步的过去给他倒地的钟书裹上了厚的棉衣，立即打开了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了煤气，急急开窗，但头晕倒下的，脑门子磕在了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着，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的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着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和哮喘，亏得他沉重的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2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子上留下了一小小道的伤痕，几年以后才消失。1976年，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一年的7月28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
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2层高，并不危险。但是所有的所内的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必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2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品、必需品都搬入了大的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叔始终未能够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叔感到骄傲。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做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为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去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的温馨。这一年的10月6日，4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指上，随手就把手指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11月20日，我译完了《堂吉诃德》上下集共8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篇》初稿译已完毕，我们轻轻松松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篇》，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管锥编是干校回来以后动笔的，在这期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一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应其明细，求其有声。有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盲。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一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够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样的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致。我们仨，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15 1977年1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了新居。那天正是2月4日立春节。钟书善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隔来隔去也不能够致知。既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2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呢？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敏同志一起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意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8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阿元并不因地震而休假，
她帮我们搬完了家以后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2个人住4间房，觉得非常的心虚，也有点寂寞。2个人收拾4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叔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新看了一过，交给了出版社。10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罢了。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的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子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够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2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妄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的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给2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官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应该是他配给的，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到房子。我们的新居共4间房，1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1间给阿元，1间大的呢是我们起居室或者是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1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的身份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1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使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周奶奶坦诚地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的屋里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非常的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的就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雨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都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的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1度想起，只想到180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却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们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的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有一张他嗤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一个乐。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可以随便来，我们绝不能够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够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中书所能够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中书感到惭愧。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记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1年也不发牌。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复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的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2次印刷才有了序文。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中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3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4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他说，留个纪念，好玩，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我们的阿元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2口来坐坐。1978年，他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他原是俄语系的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他就转入英语系。他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1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够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准备，能考得上吗？可是他考取了，我们当然为他高兴。可是他出国1年，我们想念的好苦啊！1年以后又增加了1年，我们一方面愿意他能够多留学1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这段时期，中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中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元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元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了家中琐碎，还加上阿元的品语和服食。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情，我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1天半天，或阿元出差10天8天的，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又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3。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元1990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他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他一次又一次的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1982年的6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中书被聘为文学所的顾问，他历次的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第2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的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突发奇想，要下顶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鼎同志谈妥，对中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2位看我老同学面上巴拉巴拉。夏鼎同志已应允，中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1不要你坐班，2不要你画圈，3不要你开会。中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中书没说什么了，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拙将官里去也。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中枢的某人开了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向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给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中枢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2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2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我发现中枢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的问题。他主持2个大会，话说得体，也说得漂亮。1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有点儿，对着我点着中枢说：“不注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反正中枢也只挂了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美。阿元因这里和学校近，他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他也常住我们身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也非常的方便。我们仨，杨绛，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16。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我们2个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具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的散步。阿元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元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深谙心弦，逐渐发福。我们仨却不止3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元小时才5、6岁的时候，我3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中枢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3姐说的对。阿元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元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2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中枢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元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够解决，可是我们绝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要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的照顾，他又非常的弱小。他们2个会连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以后，阿元轻声的嘀咕：“狗窝真舒服啊。”有时候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地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连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4种颜色。其实中枢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的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中枢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连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中枢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他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他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了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的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够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元是最小的小鬼，他说：“那么毛主席词
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生树、郑义礼等老先生都喜欢钱媛。钱媛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了钱媛，他像猎狗般的嗅出了这篇论文是抄袭。他2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的摘着书页，稀里哗啦的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的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1987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媛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媛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媛说不行，他只是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元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咕噜噜地看着我，像猫。钱媛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地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们来到了我的家，也就是钱媛把他带到我们家来。他对钱媛说，媛 You worked me hard。 但是他承认得意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媛评定的。阿元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才，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他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背，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得了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给还清了，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了意外的麻烦。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的清静啊！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者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我们永远快快活活的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是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了。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1994年夏住进了医院。我每天去看她，为她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元于1995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3人分居3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1997年早春，阿元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3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一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